女孩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眼前出现一只小老鼠，吓得她连连后退。可不久后，老鼠死了，女孩反而又开始伤心了起来，抚摸着她唯一的伙伴。这就是2023年之前上映的求生惊悚类印度影片，过程非常紧张刺激、悬疑感动。看完之后，保证你会骂我2句。女孩米莉是一家汉堡店的员工，这天打卡准备下班，2名男同事着急去约会，所以求她帮忙，让她把剩下的几箱货物放到库房。善良的米莉在对方不断的祈求下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随后，同事火速离开。当米莉把货物放进库房后，店长走了过来查看，以为店员下班后没有关冷库门，嘴里边骂着边顺手给关上，接着咔嚓一声，竟然还上了锁。可殊不知米莉还在冷库内。店长拉下电闸后，米莉才感觉到事情不妙，迅速跑到冷库门这里，试了几下打不开了，然后心急的边喊叫边拍门，心想完了，还好库房内有电，灯亮后还要继续的拍打。可无论他怎么喊叫，拍了许久，外面依旧没有人听见，这下可真的完了，怎么办？这可是冷库啊！意识到自己要冻死在这里了，他并没有坐以待毙，利用推车猛烈撞击库门，可推车的把手太凉了，冻得手直颤抖，他只能用哈气暂缓一下，眼睛盯着这道生死之门，鼓足勇气，再次握紧把手，脚后蹬，深呼吸，迅速发力，他推着车子狠狠地撞向了门。这时他的同事接到一个电话，原来是米莉的爸爸打来的，女儿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，你爸觉得事有蹊跷，于是四处打听，四处寻找，而这边米莉依然没有撞开库房门，此时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2度5了，他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不断的搓手、搓胳膊、搓身体，尽量让自己暖和一些。意外的在裤兜发现了一张电影票，突然的想到了什么，他看了一下手表，然后四处寻找，拿过来一个托盘，迅速跑到门口。此时已经是12点35分，也就是说商场里的电影院马上就要散场，他要把握好时间准备呼救。算好从影院里走出来的顾客路过汉堡店时，他举起托盘开始猛烈的拍打，不停的喊着救命。由于冷库的隔音太好，经过这里的人似乎什么都听不见，可他依然没有放弃，一直到托盘从手中滑落，最后一拨人也都离开了这里。不对，还有一个小孩。他隐约听见了声响，但是声音很小。小孩仔细的听了听，里面的米莉捡起了托盘，还在继续的制造声响。小孩确定了里面是拍打的声音。小孩的爸爸走过来，却什么都没有听到，抱起小孩离开了。米莉这时蜷缩在角落，眼神中透露着绝望。此时冷库已经降到零下13度，鼻尖冻得透红，手表冻坏，她现在不知怎么办才好。难道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？不久后降到零下16度，米莉摘掉手表，摘掉耳环和耳钉，将包里的衣服撕开，拿过来一卷胶带，将撕碎的衣服缠在手和脚上，这样还是没起到太大的作用，就连脚趾甲里的泥都冻了出来，身上布满了鸡皮疙瘩，眼神憔悴的看了过去，原来是冷风机在作怪。冷风机快速的转动，不断的往库房里输送着寒气，他明白要做什么了。随后拿下包装箱，撕开上面的胶布，再将纸壳箱拆开，拿过来一个梯子，撕下几条胶带，一一粘到纸壳上。恶狠狠地看了眼冷风机，冷风机没有惧怕，依然继续的快速转动着。米莉爬了上来，她想用纸壳挡住快速吹出的冷风，但没想到这样是行不通的。由于寒冷，再加上梯子不稳，风速还比较大，她从高处摔了下来。之后一个货架子向她砸来，米莉一个翻滚闪躲。疼，太疼了！他的脚正好被砸到。随后颤颤巍巍的米莉拿掉脚上的布，脚面淤青，脚骨变形，看样子这脚是不能要了。米莉现在是又冷又疼又闹心啊！她将脚放在2个货架子中间，用一张纸壳垫好，咬紧牙根，深呼一口气，嘎嘣一声晕了过去。等她再次醒来，瞳孔放大，惊讶地看到了一只小耗子，貌似在啃食她的手。她惊慌地往后躲闪，小耗子不断地向她袭来。米莉害怕的肝直颤颤，但是她发现耗子对她并无恶意，只是感觉太冷了，想要借助她的身体取暖。米莉紧绷的心也放松了下来。在这寒冷的库房内，小耗子是她唯一的伙伴了，互相依偎着。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啊，不被冻死也会饿死的。于是米莉开始寻找能吃的食物，虽然库房内吃的很多，但都是冷冻食品，无法入口啊。就在这时，小耗子发现了一盒巧克力夹心饼干，勉强还能咬得动，一人一鼠，就这样分享了这顿美餐。吃饱喝足之后，米莉开始想要对冷风机发动攻击。先是从货架子上掰掉一根钢管，然后再利用钢管敲掉冷风机上的防护网，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敲。没一会，防护网被敲掉，接下来再利用钢管想要别住风扇，但由于风扇的力量较大，看来这一办法行不通。这时候库房内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7度了，米莉被冻得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就连小耗子也马上要断了气。在这危难之际，意外的在包里翻出一只打火机，找来一些纸放在铁盘里点燃，这样可以让自己能够暖和一些。库房的温度也逐渐的开始回升，小耗子也感觉到了温度，从米莉的背包里爬了出来。虽然温度不断的在升，墙板上的冷冻霜也开始融化，可这样没被冻死
死，也会被这浓烟呛死。此时的库房内浓烟滚滚，他突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不好！米莉赶紧将火扑灭，火灭了，烟逐渐的消散开，但温度又开始下降。此时米莉又困又累，她利用货架子以及一些纸壳箱和货物搭建了一个小窝棚，先是将小耗子放到里面，然后自己再钻进去。睡了许久后，米莉被冻醒，看到了自己的伙伴小耗子被冻死了，他的胳膊同时也粘到了钢板上，奋力的抬起，胳膊上粘掉了一块皮，身体上的疼痛以及心里的委屈使他发出了嚎叫。缓慢地爬了出来，看到断了气的小耗子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，抬起头看了看可恶的冷风机，就是他夺走了他唯一的小伙伴，他要发起反抗，利用库房内的保鲜膜缠在自己的身上，这样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。然后拿起冻牛肉，站在冷风机的正前方，倒数3秒，狠狠地砸了上去。冷风机纹丝未动，接着他又拿出来一块，继续砸了上去，就这样砸了100来下，蓄力片刻，一触即发，这一下竟然砸中了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奇迹。接着砸向另一个，可米莉此时已经浑身乏力，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倒了下去，陷入了绝望，脸上的冻伤由红色变成了黑色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恢复。然而米莉的爸爸许久未见女儿回家，他了解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这么晚未归国，心急火燎的开始到处寻找。一番周折后，从保安大叔的口中得知没有见到米莉从商场离开过。随后警察一众人赶到现场，冲进了商场内，开始展开搜救活动。这时候米莉的头脑中不断的出现了幻觉，看见了自己小的时候，她现在不放弃挣扎也不行了，在冷库里已经被困了5个小时之久。正当米莉奄奄一息的时候，马上就要断气的时候，流下了最后一滴眼泪的时候，奇迹出现了，她被一众人找到了，她的爸爸、男友以及同事和警官们不懈努力的查找着，终于将米莉解救脱困。很好的一部印度影片，建议老铁们去看下原片，紧张刺激感很强，感人的地方也有。好了，我们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下期见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